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4季第5集。今天有场保龄球赛，对战的双方分别是弗兰德队和辛巴队。虽说弗兰德平时看起来什么都会，不过打保龄球是真的不在行，再怎么求上帝保佑，还是一个都没打中。而辛巴他们已经找好了一个王牌球手，这人名叫丹。因为某天辛巴的飞盘落在了他家院里，所以两人结识了。丹摆好姿势，双方都屏住呼吸看他扔球，没想到就差这么临门一脚，他的电话响了。接着他就很抱歉地表示有紧急工作会议，所以必须告辞了。他这一走，辛巴他们被对手好一通嘲笑，台柱子都走了，剩下的全都是白给。但抛下队友实属无奈之举，因为他在为黑手党老大胖托尼工作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连命都没了。胖托尼这次着急让手下过来，是因为他从明天开始就得履行陪审义务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任命一个临时顶替者。一听到要选个老大，下面的人全都蠢蠢欲动，孔雀开屏似的疯狂向胖托尼展示自己。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选择了唯一没有出头的丹。看着桌上其他人一脸不善的看着自己，丹怂了，他想让胖托尼收回成命，毕竟他只是个会计。但胖托尼也很坚持，根本就不给丹拒绝的机会。胖托尼走后，大家看他的表情更凶狠了，但也没有胆量跟各位大哥硬拼，就先跟他们服了个软。可他们还是没有放过丹的意思，就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冲上去将他干掉。为了暂时打消他的杀意，丹只好假装女儿打电话，总算勉强唤醒了这些家伙的良知，保住了性命。这天，春田小学举行了乐队表演，这绝不是一场视听盛宴，因为听众们都恨不得当场去世。不过没关系，之前都是抛砖引玉，金小妹的独奏才是人们今夜前来的主要目的。果然，她的萨克斯一响，听众都露出了享受的神情。谁知没过多久，这小姑娘竟直挺挺的倒下了。到医院检查了才知道，金小妹晕倒是因为铁含量不足，这和她长期不吃肉是有一定关系的。其医生说，如果实在不愿意吃肉，也可以吃铁补充片剂，简称铁片，这个含铁量确实高，碰撞起来都有清脆响声。当上老大后，丹就开始制定削减开支的计划，然而根本就没有人服从他的安排，全都是捣乱的。就比如他说，如果想要恐吓别人，马身上的其他部位和马头能取得同样的效果，要是都能利用起来，就能节省一大笔钱了。可惜呀，那些家伙根本就不听他的，单说全都有恐吓效果，于是他们就全往他身上砸。为了能够继续当一个素食主义者，被逼无奈之下，辛小妹只得吃起了铁片。然而这玩意儿根本咽不下去，无论他扔进嘴里多少次，都会被咳出来。就在他为此伤心难过之时，食堂阿姨坐在了他身边，看着小姑娘实在吃不下铁片，她将自己的食盒推了过去。虽然看起来有些难以下咽，但味道居然还不错。在吃了一大口后，辛小妹问这是什么，得知这是甲虫粥，她差点没吐出来。她可是个素食主义者啊！食堂阿姨很淡定地说自己也是，还说很多素食主义者都吃昆虫。思考了一阵之后，辛小妹接受了让昆虫做食物。之后她加入了昆虫社团，他们这个组织就是专门品尝各种各样的昆虫，汤里没有放苍蝇就根本吃不下去。酒吧里，兰尼和卡尔正在辩论，虽说都是些没营养的话题，却也能让这里热闹些。这时丹推开门走了进来，一看到他，老谋子就开始阴阳怪气。辛巴也转过身，表示看不起这个关键时候放鸽子的人。不等丹有拒绝的机会，老谋子就倒好了4杯酒，说让他赔罪。丹有些无奈，对他们说自己刚得了一份不能推脱的工作，虽然是被迫，但好歹也算赔了罪。于是老谋子就教给了他一套人性哲学。他不知道丹在为什么人做事，但只要将脚踩在他们的喉咙上，直到听到咯吱声，他们准会自己乖乖站起来。听着老谋子那笃定的语气，丹的表情渐渐凶狠了起来。他端起酒杯，感谢他为自己树立了一种态度和立场，然后一口干了啤酒，转身离开了酒吧。在他走后，老谋子才说了后半句，或许向人跪地求饶也可以。再次组织会议的时候，丹一改之前唯唯诺诺的样子，直接带了把刀，看谁不顺眼就给他来一下。那些手下一看他来真的，全都不敢说话了。他现在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让别人闭嘴。尝到甜头之后，辛小妹开始自己养蝗虫，能够自给自足确实很不错，可她没有考虑到存在的隐患。辛小妹前脚刚走，猫就来到了培养箱旁边，还将虫卵、快速增长药、增肥药全倒了进去。吃饭的时候，辛妈将一盘肥美的虾子端到了辛小妹面前，她的视线在虾子和蝗虫之间来回转动，或许它们之间差不多，因为都是节肢动物。不料她刚要说服自己吃虾子的时候，狗子突然跳了过来，夺走了她的食物。辛小妹松了一口气，原则还是保住了。但现在一派上位者的气质，她找到胖托尼，说自己削减了12%的开支，这确实不错，但胖托尼还要他再减12%，但有些犹豫，因为剩下的就是人力开支了。不过他确实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，所以提前筛选出了多余的人。得到胖托尼的首肯后，丹表示自己会辞退他们。然而胖托尼说他们这行没有辞退一词，只有扫地出局。丹吓坏了，他没想到胖托尼要自己杀人。某天，辛小妹正在做梦，梦境中她骑在了昆虫的背上，身下的坐骑也很悲伤地问她为什么要吃掉自己。
起。很简单，辛小妹以为他们不会痛，然而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她，那只是错觉。他们也有心脏，连接着身体的各处神经，她的每一次咀嚼，他们都能感到疼痛。辛小妹被自己的噩梦吓醒了，却没想到手里拿着鸡腿儿，这实在太可怕了。辛小妹决定不再吃虫子，还拜托小新将她养的那些蝗虫都扔掉放生。小新确实企图帮妹妹，可惜没得扔出去，还摔碎了培养箱，然后里面的小家伙全都放了出去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也算是放生啦，但快被那个疯狂的命令逼疯了。他找到辛巴，将自己的工作和计划全告诉了他，他还给他看了手里的那把枪。他来找辛巴并不是帮自己逃亡，而是希望辛巴能阻止他用杀死别人来成就自己。他的确是怕得要死，却也是疯狂向往成功。按理说辛巴是不愿意摊上这种事的，可人家有枪，由不得他愿不愿意。于是辛巴只得将他带回家，用绳子将他绑在了地下室，并承诺每个小时都会拿吃的过来看他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辛巴就离开了。他前脚刚走，一只蝗虫就跳到了丹的面前，接着又是第二只，然后是一大群，他们跳到了他的身上，有些还跳进了他的嘴里。楼上父子俩正在看尖叫电影片段排名，所以听到丹尖叫的时候，辛巴并没有在意。直到吃晚饭的时候，他才来地下室看丹，然后就看到了这可怜的家伙已经被蝗虫包围了。将他身上的束缚都解开后，丹让辛巴跪在地上，他没有打算取辛巴的性命，只是觉得这样会让他起身花些时间，以便于自己逃跑。他说的没错，确实花了些时间，还弄坏了根水管。成功逃脱后，丹找到了第一个目标强尼，要不是这货低了下头，可能命都没了。丹拿枪指着他，让他给自己理由不杀他。此时辛巴来到理发店玩，说强尼在度假时挖了口井，这确实算件好事儿。于是丹又去找了下一个目标，这次他们没有废话，辛巴直接用儿子打掉了丹的枪。此时胖多尼正在公布裁决结果，陪审团一致认为蛇男无罪。一听到是这样的结果，他马上拿起自己的枪离开了。另一边丹的刺杀还在继续，辛巴也继续阻止，他就很奇怪，为什么辛巴总能找到自己？辛巴也很无奈，那你少发点微博啊！他劝说丹不要杀人，不然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坏了。但是丹不肯罢休，他觉得他们都是坏人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却瞒着老婆说是在工作。辛巴见他执迷不悟，于是让他在伤人之前把枪给自己。看着辛巴如此诚恳的表情，丹动摇了，将枪给了他。拿着枪一到手，辛巴就原形毕露，马上就说丹弱爆了。然后两人就开始争夺这把枪了，最后还不小心走火了，也是很巧了，刚好就打中了正在抢劫的蛇男。此时母女俩已经收拾好了蝗虫，已经走出城镇很远了，他们才停下来。盖子揭开后，他们席卷了整片玉米迷宫，还真是蝗虫过境，寸草不生。不过也算是件好事，因为拯救了困在迷宫里的一家人。康托尼回归后表示，削减开支还是要继续实施，所以将持枪人的数量都减到了1个，也就是他自己。你可能会好奇，丹跑到哪里去了？没错，他被辞退了，但他还是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枪，因为他是给人打耳洞的。我们生活在这花花世界中，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诱惑，金钱、权力和地位，每一种都令人心驰神往。获得他们的方法也有很多，通过正当的努力，又或者不择手段的谋取。丹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，一边是好人的良知，一边是难以想象的成功。或许很难不会有人在这2条路之间犹豫吧。马尔克斯曾说过，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让一个人变成自己憎恶的人。有些东西正是因为我们的坚持才变得可贵，比如爱、道德和良心。若是没有他们，那我们就只是被欲望操控的动物，所追求的那些金钱与权利也都随之失去了意义。人生在世，总是要有一些自己的坚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